新年快乐！我是发烧还打超魔界村自虐的 TG， 终于有空讲这一堆跟 P3R DLC。原本去年9月已经写好脚本，结果发生一点事故，拖到现在才有空做影片。2年前我为了做 P3 重置版的影片，提前做点功课，我破关 P3P 男主角本篇，女主角篇没有。这是 PSP 的移植版，2年前才有中文化，现在各大主流平台都有卖。这版最大的卖点在新增女主角篇，以及战斗中可以对同伴下指令。对，没听错，在日系回合制 RPG 对同伴下指令，居然是后来 PSP 移植版的改良得正。原本 PS2 版本 P3 跟 P3F 都不能对同伴下指令，之后才挑 P3P 去认识3代，而且有中文。于是我打完本片，直接从 P3F 的后日谈开始体验这传说中的系统。果不其然，血压时不时飙到170、180。大姐！干你娘嘞！由加利洛治病发作，不放全体补血，从口袋掏出+50滴的伤药，丢掉全部伤药也没用，他还是有办法从口袋变出伤药让我高血压。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，3代是系统改革的起点，系统完成度不是很高，或是不太人性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战斗中触发 weak， 使用方可以多动1次，所以我方同伴 AI 也会很积极触发 weak， 这没有问题。但是 P3F 的阴影根本就是离职员工。几乎所有楼层 BOSS 都被设置提升回避弱点的被动技能，所以发生很尴尬的窘境。系统支持你去攻击弱点，却又做一个你去打他弱点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的惩罚。后来我打 BOSS 都有去烧香拜拜，我还不会问一下神明说，现在是不是适合打 P3？ 打赢的那一局，说实在就只是运气好而已，操作再好都有可能莫名其妙输掉。然后战斗系统还有第二个问题，被 weak 击倒起身需要1回合，所以有可能发生一直被 weak 的死循环。被击倒，下一回合站起来，又倒了，再站起来，好像在看特定主题的爱情动作片一样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婆或情人被一位陌生人玩弄，默默低头流泪。后来破关靠尤加利全体大补血，我看到真的超感动，我直接把 P3F 列入难以破关的回合制 RPG 前5名之一。总之，大概了解系统演变跟剧情等等的基本功课。2年期间，我总共在女神异闻录3爬了828楼。去年玩重置版 DLC 有差点吐在路上。玩完 P3P 跟 P3F 后日谈，当时我猜测 Atlas 真的要重置后日谈为 DLC 的话，应该会得到满满的负评。不出所料，果然如此。现在 DLC 只剩28%的好评，本片95%的好评。之前观感不好的商法引来不信任感之外，大部分玩家都在批评游戏内容很枯燥，抱怨大部分时间又在爬塔，剧情比重很低，20小时大概只有3小时在看剧情，包含21首音乐跟1套衣服，这样卖840元，老实说，这个价格连我都觉得贵得不可思议。好奇拿以前的 P3F 比对一下价格，它有分本片含后日谈的一片启动版，跟需要本片记录认证的安装版，价格分别是8190日元跟5040日元，价差大约705块台币。这是做给有买本片玩家的福利，比较便宜一点。所以重置版 DLC 跟以前差不多贵，多一点衣服跟音乐。不过后日谈放到现在重置，它是一个非常尴尬的 DLC。之前 P3R 发布消息缺少后日谈，就有人骂内容不完整、没诚意。以后一定要搞出皇家版，又要玩家买单一次。皇家版除了再叫我买，如果从 P3R 入坑的玩家买 DLC 87%晕到，怎么又爬塔？而且剧情跟迷宫的关联性互相绑死，完全没有妥协空间。我觉得这是他注定被负评的主因之一，只能归咎于 P3 当初是第一个改革作品，对迷宫以外的日常系统做了很大的改变，奠定日期制跟社群的系统基础。后来系统继续衍生跟改良，成为 P5 红出圈外的关键之一。加上当时是 DVD 规格，一片最多只能塞 4.7GB， 也许 P3 才做成重复性迷宫，去节省空间跟经费，避免首次改革投入太大的风险。因此 Aegis 篇成为一个做与不做都不对的死胡同，做了被新玩家骂，不做被老玩家骂。所以撇开这些理由跟历史因素去进行评价，我个人玩完 DLC 我是给予好评的。迷宫一样会让人疲劳之外，战斗跟迷宫系统都有延续 P3R 的改良，像大阿尔卡纳的强力抽牌效果，额外多抽1张，经验值增加，总攻击伤害上升等等，这些都还玩得到。单子之门好玩在能抽出强大的装备效果，像自动蓄力这种很夸张的自动灼热奋起，武器还有追加50%经验值这种效果。中后期有抽到一堆效果强到乱七八糟的装备，抽到有在用的同伴就很好玩，抽到没在用的不好玩。
最重要的是 Aegis 多一本全书，旧版没有，难度根本天差地远。当初玩旧版，合怪只能一直重选去洗出我想要的技能珠，和一只怪真的要花10到20分钟一直洗技能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这个反复动作真的超智障。重置版可以继承使用本片全书，良心到爆炸，花2倍金钱把本片练完的面具直接抠出来使用。DLC 也一路暴打到破关。另外有新增降神剧情，让梅蒂斯对大家的反应跟互动也有变多，主线剧情台词也有修改，这部分是我觉得最有心的地方。原本我不太能接受的剧情都改得蛮合理的，这些等到后面讲剧情再详细说明。有兴趣可以搜寻 Persona 3 Face 炎上，还查得到以前烧过的痕迹。接下来的剧情内容会涉及到严重暴雷，也会配合影片紧凑，剪掉剧情演出比较慢的片段。如果你是尚未破关本片的玩家，强烈建议先破关本片再回来观看，否则会失去很多剧情带来的惊喜。那么我要开始讲沉重的剧情了。所有同伴对于主角的离世仍然在心中留下无法化解的遗憾，其中心坎最大的就是 Aegis， 他曾经定下保护主角的使命，如今想要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决定回到研究所执行停止运作，距离否定自己生命的意义还差一步，如果再向前一步就会跨越那条线。如果你的人生经历曾经有人走得让你难以放下，例如家人、亲戚、最要好的朋友，该怎么面对、放下，日子该怎么过，这便是后日谈从本片想要继续探讨的主旨。这时剧情创造出一个不真实又有意思的地方，叫做时空夹缝。所有人一起踏入领域，看见主角的黑影进入一扇门，这里原本是封闭于地下某处的时空夹缝，后来仿佛受到这些人内心的牵引，无限扩大延伸，直达宿舍的地下室，导致新角色入侵宿舍，一登场把所有人暴打一顿。她就是 Aegis 的妹妹梅蒂斯。幸好 Aegis 觉醒为具有多重人格面具的能力，成功压制住梅蒂斯。同时 Aegis 成为天鹅绒房间的客人，开始寻找生命意义的考验。Aegis 确定 Metis 没有攻击意识，因此成为战力之一。不过他的自我介绍完全来历不明，学姐不记得他们曾经制作过2台同样最终型号的机器人。Aegis 也没有印象自己有个妹妹。Metis 的来历跟身世全部都是谜团，并后来解释攻击所有人只是为了保护姐姐离开时空夹缝的闭锁空间，导致 Metis 在初期并不受到同伴欢迎。反而双方经过蛮长的时间才放下戒心。Metis 跟 Aegis 个别有着很有意思的设定，他们同样身为机器人 ，Metis 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。他可以轻易做到为了保护姐姐去攻击别人，与 Aegis 先天设定打倒阴影的目标完全不一样。Aegis 是后天学习，他在本片中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学会情感。Metis 现在的行为表现跟情绪表达，就像是 Aegis 失去后天学习的另一半人格。Metis 保护姐姐，对应 Aegis 保护主角。Metis 的真面目与诞生原因，等到玩家爬完总共152楼的时空夹缝才揭晓。不过探索期间有个很好笑的演出画面，主角的黑影一直往里面跑，所有人被中 boss 卡住，发生超多次。这是按照原版的演出，所以又是旧版留下的原罪。另外重置版新增一些打倒中 boss 的对话，如果带着 Metis， 选项多一些没营养的好笑选项，会默默加深玩家对 Metis 的印象，选项不影响结果。时空夹缝每扇门的尽头还有一扇大门，每次都会投射出其中一人的记忆画面，并再次演出发生于过去同伴觉醒人格面具的关键契机。大多剧情都是本片对话提及过的内容，但当时只有文字没有画面。后路谈算是更清楚解释这段来龙去脉跟补充，所有人都会共读这段画面跟回忆，并且当事人在经历本片的事件之后，内心已经可以坦率面对这段往事，然后大家一起聊着刚才的事情。看了好几扇门，唯独 Metis 总是插不上话，只能在一旁听着大家聊着彼此，所以常常被 Aegis 安慰，毕竟他跟所有人没有回忆，讲白一点，他是队伍中唯一的陌生人。不过 Metis 很多时不时的一句话，都在代表着 Aegis 在本片成长的反对面，所以每当 Aegis 在安慰他，就等于相对肯定一路成长过来的自己，达成另一种的心灵沟通。剧情在这方面的文字写得很细腻。经过好几扇门，终于来到 Aegis 的心门，由 Aegis 亲自开启这段属于他的记忆，也是 Aegis 觉醒多重人格面具的契机。自从主角离开人世， Aegis 再也无法达成守护他的使命。这件事原本对他来说只是个任务，但随着与大家相处的时间，他的情感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像人类。相反的，失去原本拥有的事物，让他体会到未曾有过的痛苦，每天过着失去意义的日子。在主角丧礼的当天，选择逃避，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。这里画面做了一个意境很好的演出， Aegis 低坐的影子诞生出 Metis 的模样，站在 Aegis 的后方。
网络上对于 Metis 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，Metis 是 Aegis 为了维持濒临崩溃的自我进行精神割舍所产生的另一半，因此 Metis 才苏醒于时空夹缝。门代表着不愿承认失去的重要事物，时空夹缝代表内心无法接受的这段时间。众人长时间压抑内心的黑暗面，最终创造出主角模样的阴影，战胜它就能跨越心坎的第一步。这里旧版动画跟重制版有着很大的差异。旧版动画的调色跟画面叙事一直都是采用暗色系，以及让人感受诡异的配色，搭配令人不太舒服的背景音乐，去逐渐扩大内心的压抑感。重制版则是改用相当明亮的配色，画面叙事采用更好理解的方式，让人去意会其中。这些叙事方式都会影响玩家对游戏心中的评价跟印象。有人觉得旧版依旧神，或是新版更好，总之各有特色，不同团队有各自想呈现的精神与意思。刚才战胜阴影，每人获得一把时间钥匙。接下来到了旧版剧情争议最大的地方，也是重制版改最多的部分。剧情刻意安排不太友善的方式，让同伴面临团队内讧的状况。时间钥匙一共有8个，每人身上1个，需要完成8合1才能使用。结合的方式就是在斗鸡场打倒彼此，最后赢家才有权利选择回到哪个时间点，选择回到过去或是现在。我认为旧版在这段剧情描写很刻意安排冲突，让我当下蛮不舒服的。而且旧版的谈判过程非常糟糕，由嘉莉先是主张这是唯一回去拯救主角的机会，然后没有更多的台词去描述他心里内心更多的想法。但是由嘉莉的想法会让一些玩家产生共鸣，他把失去家人的亲情寄托全部压在主角身上，主角就是他的唯一。跟学姐和同伴的感情属于不同领域，所以不顾一切也要救回主角是很合理的想法。但是他接下来的台词毁掉本片一路辛苦建立起来的友情，让我觉得拯救世界这种大事在他心中是鼻屎般的小事。顺平不想回到与尼克斯战斗的当下，因为怕死，很怕打输。有嘉莉就补一句，因为你怕死，所以主角挂掉就没差吗？梅蒂斯也加入战局，苛责所有人的想法都很自私。结果下一句也是他不想要姐姐死掉，然后由嘉莉炮火全开，不断批评 Aegis 明明说好要保护主角，却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选择逃避，有什么资格继承他的力量？他完全不想输给现在的 Aegis。最后大家觉得再吵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，全部交由斗鸡场的胜负决定一切。到这边我只觉得他们曾经是一起踏过生死关头的同伴，但是这件事情可以把每个人自私的这一面放得非常大，会觉得很推翻之前最终决战建立的情绪。虽然问题是很现实没错，这也是旧版3代最讲究的精神，但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在游戏结局主张个很正向的精神跟过程，却在后路坦制造推翻结局精神的事件，我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。有些人可能还会想到机动战舰跟剧场版，但这两者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差异。P3 本片推崇羁绊的精神是蛮刻意又大量的。重制版这边改很多，讲话比较有顾虑到彼此的心情。顺平一样怕死，不想回到过去。由嘉莉改口为因为害怕战斗，所以不想回去吗？一样批评 Aegis 继承男主角的力量，却还是要选择逃避吗？最后心情难受到说不下去。修改过后的台词也符合由嘉莉的心境。我比较喜欢重制版的修改，这种心情确实有时候很难说出口，并非一定要讲出来才符合他当下的情绪。重制版主要修掉自私这方面的对话，没有破坏掉结局前建立的情绪。即使陷入两难的选择，一定要互打一场，起码他们还是讲出忠于自己选择的理由。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战斗。最后决战地点就是开头动画主打的斗鸡场。旧版的由嘉莉打输会冲过来抢钥匙。重制版的由嘉莉是原地崩溃，觉得自己不争气，并尊重 Aegis 的选择。最后大家达成共识，想要亲眼见证主角一人面对尼克斯，想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，不然心里真的永远无法接受。所有人终于能在主角旁边见证他的选择，而不是在塔顶痴望着天空，无力地看着天上所发生的一切。女神伊文路山一行人也在此战结束后彻底接受已经发生的结局，以及主角自身的选择。Aegis 知道一切缘由，内心的空虚重新被填满情绪，终于有办法感受到痛苦与悲伤，在众人面前流下难过的眼泪，为没有去丧礼道别的事情感到悲哀。时空夹缝事件结束后， Aegis 终于能够敞开心房，接纳3月5号以后的每一天。最后自主向学姐请求取消他回去研究所的事情，因为他还想跟尤嘉莉他们一起去上学。故事画下感人的句点。
后日谈对我来说还是蛮感动的，尤其在人生接触更多的事情之后，感触更多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我按下喜欢，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讨论。也感谢去年帮忙从连结购买《暗域幻想》的观众，真的非常感谢，帮了大忙。如果私底下有时间，我会恶补《暗域幻想》，等到破关再来做个影片。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拜拜。